追三消息，追三消息。今天这一集非常简短的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Proton 终于支援 Apple CarPlay， 史上第一台原装支援 Apple CarPlay 的 Proton 车型终于来了，它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2025 Proton X70 或者叫 Proton X70 的改款版。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 Apple CarPlay 在 Proton 里面的一个使用环境是怎样子。Let's go。那首先跟有一些车厂不同的是 Proton 的这个 Apple CarPlay 呢，它是不需要用 USB Type A， 不需要用 USB Type C 来连接，你只需要用蓝牙你只需要用 Bluetooth 就可以去连接它。所以当你的 Bluetooth connect 之后呢，你只要在这边的 Apple 的 CarPlay 你就能够进去 Apple CarPlay 的界面。那在 Apple CarPlay 的界面里面呢，你就可以用 Apple Music， 你可以用 Apple 的 Maps、Apple 的 Message、Audiobook、Podcast 还有 Calendar 等等。然后你 swipe 过去，这边就有 Google Maps， 有 Spotify， 有 Microsoft Teams， 有 Waze、WeChat 和 WhatsApp。然后 Apple CarPlay 是这样子的，它会根据你手机有什么 Apps， 它就会 project 什么 App 出来，所以它不只限于这些东西，你可以 upload美国可能有看棒球的、看篮球的 Apps 都有，这个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像电动车可能也可以 install 一些自己的 App 这样子。然后注意Proton目前它给你这个 wireless 的Apple CarPlay， 但是它是不支援 Android Auto， 没有 Android Auto， 不管是wired 的 Android Auto 还是 wireless 的 Android Auto， Proton 都暂时不给你。然后我们讲到车型的话，目前是只有这个2025 Proton X70 支援 Apple CarPlay， 即便是刚刚推出不久的 S70 Sedan 没有 Apple CarPlay， 然后再过去价钱卖更高的 Proton X90 X90 也是没有 Apple CarPlay。那至于为什么 Proton 会只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ndroid Auto， 这个就关系到 Google 跟 Apple 他们是两家公司，所以他们要申请的 license， 他们车机里面要具备的 chips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目前给你 Apple CarPlay 也就代表只有 iPhone 手机，只有 iPhone user 可以去使用这个 Apple CarPlay 的功能。如果你是用华为的，你是用华为还有吗？你是用Samsung 的，你是用 Vivo 的、小米的 Android 手机，你就要等到2025，最快2025 Proton 才会开放让 Proton 车主线上升级或者线下升级到支援 Android Auto。所以经过我看2020年吧，2019、2020年 Proton 推出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将近5年了，终于把 Apple CarPlay 放进去车机里面。即便 Proton 原本自己的这个 Atlas OS 也是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撇开 Apple CarPlay 来讲， Proton 的车机其实都有蛮多的内建的功能。像是 Proton 原本就有的 Joox Music 跟 Spotify 这个东西是你不需要进去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本来 Proton 就有给你。然后你讲 Map 的话， Proton 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 Map， 但是好不好用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补充的，就是当你进入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很多人会担心它会不会像一些品牌 overlap 掉它原本的车机。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讲 Hi Proton， Hey Proton， Yes, I'm here. I feel cold.Okay, I've raised the temperature in room 你还是一样能够去使用Proton 的语音声控功能，但是你可能会问，这样我要用 Siri 怎么办 ？OK， Siri 上面有这个 button， 你长按它 ，Navigate to Proton。 You'll need to turn on location services for that. Want to turn it on just this once, or while using Siri? OK， Getting directions to Proton using Google Maps. right， 它就会进去我的 Google Map， 或者你喜欢用 Waze 的，你可以用 Waze， 你可以用 Apple Map 的人就可以用 Apple Map。所以有了 Apple CarPlay 之后，对于 Proton 来讲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因为本来 Proton 自己有一个高德地图为标准，或者是 Here Map 啦 whatever， 现在你又可以用 Apple Map， 或者你不喜欢你可以用 Google Map， 你也可以用 Waze，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对 Proton X 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加分。然后对 Proton X70 在市场上的这个地位也会有所提升，因为过去其他的竞争对手、其他的品牌、其他的 C segment、B segment 对手，他们都会一直讲Proton 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ndroid Auto， 然后 Proton 还一直去说服人家讲 Apple CarPlay 不重要的， Android Auto 没有这么重要，没有它你是可以活得好好的。那现在就不用烦恼这件事情了，现在 Proton 有给你，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东西去攻击它，或者说去挑剔它，就找不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虽然 Proton 用了很长时间才给到可能别的 brand 都给到的东西，可是现在至少
我们再等多一下子，等到2025年，波段将会给其他的新车型也加入 Android Auto， 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使用心得有没有，或者你真的觉得没有差别，我不知道每个人的使用，因为我作为一个汽车媒体，我从2018年开始我就很熟悉这些 CarPlay Android Auto，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嘛，我经常接触，然后有时候我在路上塞车，我看着那些车大部分都没有了，就是比较旧的车型啦，然后我就会心想，会不会是我太过习以为常了？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东西重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那个东西。其实很多人跟我讲 ，Blind Spot Monitoring 不重要的，因为他没有用过，他的车从来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用过过后，你就会发现到它真的很安全，它保护了骑士，它也保护了驾驶者，它保护所有人。就像 CarPlay 也是一样，因为你的 Map 如果更加清晰、更加熟悉，你不用再看手机啊，你不用再把手机挂在某个挡到视线的地方，这个东西就能够帮助驾驶者去解决掉这些东西啦。所以今天这集主要是就 Apple CarPlay 来展开一个话题，给大家了解，也分享知道波段它现在与时并进给到你这个功能。所以还有什么我们在留言区讨论。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加入我的 YouTube 会员。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